3年前，谷歌 AI 出道即翻车，一夜蒸发了1000亿美金的市值。3年后，它不仅没死 ，Gemini 3史诗般碾压 GPT， 谷歌甚至成了苹果 AI 的救命稻草。这场翻身仗到底是怎么打赢的？答案藏在一个英国人身上——德米斯·哈萨比斯。他被誉为 AI 界的奥本海默。他4岁学起，2周出师，在2016年造出 AlphaGo， 击败了围棋界的传奇高手李世石。但这不只是一个神童登顶的爽文，这个天才曾在谷歌的黄金牢笼里熬了9年，直到谷歌被逼到悬崖边缘，他才等来那个临危受命的救世主剧本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有点在理，欢迎来到硅谷宇宙。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场 AI 权力争霸中最不可能的翻身仗。我们把时间闪回1988年，列支敦士登的教堂里正在举办一场国际象棋比赛。小哈已经跟对手苦战了10个小时，极度的疲惫与紧张让他昏招频出，亲手推倒了自己的国王棋认输。而此时对手跳起来哈哈大笑：“你为什么要认输？这明明是平局。”小哈盯着棋盘，觉得天旋地转。等回过神来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这个12岁的少年抬起头，环顾整座大厅，他看到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挤在这里，为了几块奖牌耗尽心力。一个念头如闪电般劈中他：我们是不是在浪费人类的脑力？沿着这个信念，一直到2010年，34岁的哈萨比斯在伦敦一间地下室里创立了 DeepMind， 使命只有一句话：先解决智能本身，再用它去解决其他一切问题。2013年 ，DeepMind 发布了一个视频，一个 AI 在玩雅达利游戏打砖块，程序员没有添加任何的预设规则，让这个 AI 如同婴儿走路一样自己摸索。结果他竟然顿悟了，学会了把砖块打出一条隧道，让球钻进去，实现自动联机得分。而谷歌创始人拉里·佩奇刚好在飞机上看到了这个视频，上飞机时他还不知道 DeepMind 为何物，下飞机立马打电话下令必须拿下这个年轻人。同时出手的还有 Facebook。但哈萨比斯选择了加入谷歌，因为在他眼里，谷歌攥着全世界最多的数据，这才是训练 AI 不可替代的原材料。借着 Facebook 抢人，哈萨比斯还狠狠抬了一波身价。他要求谷歌在合同里补充 DeepMind 总部必须在伦敦，要成立独立伦理委员会来监督谷歌。说白了就是你不能买走我的自由。而谷歌说你要的我都给。2014年6.5亿美金加上一份主权独立的婚约，天才得到了资源，巨头得到了大脑，各取所需，皆大欢喜。进了谷歌，哈萨比斯很快意识到，他并不是这个万亿帝国唯一的皇储。硅谷总部还驻扎着一支血统更纯正的禁卫军 ——Google Brain， 掌舵人叫杰夫·迪恩，谷歌前30号员工，真正的元老级人物。整个谷歌都知道，迪恩是谷歌搜索技术的定海神针。2个天才，一个在伦敦，一个在硅谷。谷歌本来想让他们赛马，看谁能跑出最好的成绩，结果2匹马开始互相咬对方的腿。2支队伍各自搞了一套代码库，互不共享，互不兼容。Brain 用谷歌自家的代码框架 ，DeepMind 偏要自己造一套轮子。训练模型时，连最基本的参数都拒绝互通。同一家公司2套人马，干着大量重复的实验，烧着同一笔钱。更要命的是算力，迪恩的 Brain 团队手里直接攥着谷歌最值钱的武器 ——TPU 芯片集群。DeepMind 每次要用大规模算力，都得排在谷歌内部产品线后面写申请。说白了，名气再大，调兵还是得求人家盖章。而两边的人骨子里也互相瞧不上。伦敦那帮 DeepMind 的博士自诩纯粹的科学家，觉得山景城的那群人不过是在修修补补搜索引擎，离 AGI 的星辰大海差了108000里。Brain 的工程师们则冷笑：你们每年烧掉几亿美金，就会下围棋、打星际争霸，对谷歌的财报贡献几乎为零。当 AlphaGo 在首尔4比1击败李世石，哈萨比斯名震天下之时，迪恩也没有坐以待毙，他手下的 Brain 马上牵头搞出了 Transformer， 也就是 GPT 的 T。现在所有的大模型全都基于这个技术架构。你赢了围棋，我造了底座，谁也没真正压过谁。而对于哈萨比斯来说 ，AlphaGo 的胜利更像一座金光闪闪的奖杯，摆在一间上了锁的房间里，外面全世界都在喊他的名字。但回到谷歌内部，什么都没变，算力还是要排队申请，代码和模型的所有权白纸黑字归谷歌，他甚至连发布一个产品都做不了主。这场内斗就这样一直烧到了 ChatGPT 来敲门的那一天。2022年11月 ，ChatGPT 发布，2个月用户过亿，这把刀直接架在了谷歌最粗的那根动脉上。而最先感受到刀锋冰凉的是谷歌的 CEO 桑达尔·皮查伊。
他很清楚，谷歌的搜索广告帝国可能在 GPT 的影响下一夜之间分崩离析。谷歌拉响了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 Code Red， 皮查伊下令不惜代价即刻反击。同时，谷歌意识到现在不是沉迷赛马的时候了，该一致对外了。但这一仗打得太仓促。2023年2月的巴黎，谷歌匆忙推出聊天机器人 Bard， 试图正面迎击 GPT。可是宣传片里 Bard 直接答错了天文望远镜的新发现。天文爱好者立马展开了口诛笔伐，用谷歌搜索一下就能找到的答案，谷歌自己的 AI 竟然答错了。发布会后，谷歌市值一夜蒸发了1000亿美元，而 OpenAI 那边几乎每周都有新动作，更新迭代像翻日历一样快。微软还宣布向 OpenAI 继续追加100亿美元的投资。这一冷一热，让全世界看清了一个事实：在 AI 这场战争里，竟然是谷歌这个巨头落后了。皮查伊也终于明白，这已经不是仓促反击可以打赢的战争了。现在，谷歌 Brain 和 DeepMind 还是各打各的，两套代码库，两条技术路线，大量重复实验，算力在内耗中白白烧掉，却没有拼出一款真正能打的 AI 消费产品。不把力量攥成拳头，谷歌必输。这场关乎谷歌未来10年命运的大清洗拉开了帷幕。这场清洗没有体面的寒暄，上来就是掀桌子。皮查伊深知 Google Brain 与 DeepMind 两个团队打了9年，想要让两个团队的人齐心协力，普通的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。所以他做了件大事，直接请回了谷歌隐退多年的创始人拉里·佩奇和谢尔盖·布林。当这两尊真神重新推开会议室大门的那一刻，整个公司都炸了。要知道，佩奇和布林已经退居幕后多年，现在他们突然回来，所有团队成员都明白了，这是生死之战。更让人疯狂的是，那个亲手写下谷歌第一版搜索算法的布林，没有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，而是直接卷起袖子，扎进工程部，跟年轻工程师一起写代码，讨论方案。他后来回忆说，如果继续退休下去，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，必须回到战场上。这种创始人配影战斗的信号，瞬间点燃了谷歌熄灭已久的战魂。在两个创始人的撑腰下，皮查伊下令合并 Brain 和 DeepMind， 立刻完成架构重组。但合并意味着必须有人交出权力。如果是太平年代，谁也不愿意把脖子伸到对方刀下。但现在城门外已经架好了炮，没有人再有心思争地盘了。为了让这场合并推得动，谷歌高层还设计了一套精密的利益交换。哈萨比斯拿到了他等待9年的东西，调配整个谷歌 AI 资源的终极权限，不用再受制于人。另一边，迪恩在合并之前与皮查伊、哈萨比斯有过几次长谈，最后迪恩主动退后一步，辞去了管理职位，转任首席科学家。了解迪恩的人并不意外，他本来就是谷歌创业期的超级工程师，骨子里更喜欢解决技术难题，而不是处理行政。哈萨比斯拿到了权，迪恩拿到了自由，两个人都走向了自己真正想走的路。2023年4月20日 ，Google Brain 和 DeepMind 正式合并，成立 Google DeepMind， 哈萨比斯出任 CEO。谷歌的 AI 聊天机器人 Bard 也更名为了 Gemini， 英文含义是双子星，也寓意着在大西洋两岸的两颗星辰终于在这一刻剧烈碰撞，融为一体，化作一团足以照亮整个硅谷的超新星。现在哈萨比斯拿到了开局的权利，接下来他要带着那把名为 Gemini 的利刃去拿回属于谷歌的王冠。从哈萨比斯接权的这一刻起，谷歌这头沉睡的巨兽睁开眼，向全世界露出了他作为霸主的獠牙。上任后，哈萨比斯先给全员发了一封信，没有客套，只有一个意思：从今天起，我们需要更快的速度、更强的协作、更简单的决策流程，所有人拧成一股绳。困扰两支队伍多年的派系墙终于被推倒，现在谷歌可以共享数据、共享算力，朝同一个方向冲锋。稳住军心后，哈萨比斯还立刻去捞人，目标是诺姆·沙泽尔。他是 Transformer 署名作者之一。之前他在谷歌开发了一个聊天机器人，高层一句风险太大就给毙了，沙泽尔直接摔门而去。现在哈萨比斯用27亿美金把这个当年谷歌亲手赶走的人买了回来。沙泽尔回归后，重新设计了 Gemini 的核心注意力机制，大概意思就是让 AI 在读一篇文章时，知道该重点看哪几句话，忽略哪些废话。这让 Gemini 在消耗更少算力的情况下，比 GPT 跑得更快，打得更准。走的人走了，该回的人回了，战时军队重组完毕。但重组只是起手式，真正决定胜负的是技术。哈萨比斯给 Gemini 定了3条命脉，第一条叫数搜索强化学习。名字有点拗口，但道理很简单，这就是当年 AlphaGo 击败李世石的核心打法。你可以这样理解：普通 AI 回答问题就像考试时直接在答题卡上写，写完第一个字就停不下来，一路写到底，写完就交卷。但 Gemini 不一样，
它会先在草稿纸上写好几个版本的答案，逐个检查哪个有漏洞，哪个逻辑最通，挑出最好的那个才写到答题卡上。在数学、编程这类最考验逻辑的任务上 ，Gemini 直接甩开了同期的 GPT。说白了，哈萨比斯把9年前下围棋的那把刀重新开了刃，捅进了大模型的战场。第二条是原生多模态。就是让 AI 同时能看图、能听声、能读字。现在市面上大多数模型是先学会读文字，然后再学看图、听音。但哈萨比斯从第一天就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，让 Gemini 跑在 YouTube 视频、谷歌图片、网页文本这些混合数据里一起长大。打个比方，这就像一个小孩从小家里亲戚既有画家，又有音乐家，还有作家，他每天同时看画、听曲、读书，长大后在不同领域之间切换毫不费力。而那些从小只读书，长大再学画画的孩子，跨界的时候难免慢半拍。所以 Gemini 一发布，它在图、声、文之间那种无缝切换，直接惊呆了整个行业。第三条也是 Gemini 的底牌，谷歌自己造的 TPU 芯片。在 AI 这个战场上，算力就是粮草，没有算力，模型再聪明也跑不起来。OpenAI 要训练模型，得排队找英伟达买芯片，交期动不动半年起步。华人讯的产能就是 OpenAI 的天花板，而谷歌从2015年开始就在研发自己的 AI 芯片，到 Gemini 开战的时候 ，TPU 已经迭代到了第5代。自己的模型跑在自己的芯片上，从头到脚全部自己说了算。一句话总结就是 ：OpenAI 踩油门还得看英伟达给不给油，谷歌踩油门脚下就是自己的油田。技术路线定了，弹药管够了，剩下的就是拼命。哈萨比斯多年来一直保持一个习惯，白天管事务，深夜10点到凌晨4点半留给自己读论文、做深度思考。但合并之后，大量团队搬到了硅谷，比伦敦晚8个小时，他的深夜变成了跨洋视频会议。他后来苦笑着说，合并前自己还有一个很好的作息节奏，现在全被打乱了。在这日复一日连轴转的坚持下，2023年12月 Gemini 1.0 发布，随后疯狂迭代，2年后 Gemini 3正式亮相，彻底点燃了科技圈。最权威的 AI 盲测排行榜上 ，Gemini 3以1501分高居榜首，成为首个突破1500分的模型。硅谷 SaaS 教父更是直接在推特上说：“我用了 GPT 3年，而现在用了 Gemini 2小时，已经回不去了。”这下轮到 OpenAI 拉响红色警报了，奥特曼紧急调整战略，所有资源倾向 GPT， 尝试反击 Gemini。3年前谷歌挨的那一拳，现在10倍奉还，攻守之势彻底逆转。2026年1月某个深夜，哈萨比斯的手机震了一下，这是一条新闻推送。苹果宣布新版 Siri 将搭载谷歌 Gemini。30多年前，12岁的他在棋盘前推倒了自己的王，现在也许已经轮到别人推倒棋子了。但他真正想要的从来不是赢棋。从 DeepMind 的创立那天起，他的使命始终如一：先解决智能本身，再用它去解决其他一切问题。在他的眼里 ，AI 不是一门生意，而是一把钥匙，去打开那些人类至今推不开的门。2025年，哈萨比斯站上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讲台，那里曾经是原子弹之父罗伯特·奥本海默反思余生的地方。2位时代的造物主就这样在历史的尘埃中重叠。奥本海默曾苦苦思考人类该如何与自己创造的力量共存，而哈萨比斯给出了他的答案。他主动提议给神戴上枷锁，人类必须在洪水到来之前先握住缰绳。这份清醒也许比恐惧更让人不安。这场关乎未来的棋局还在继续，而我们已经坐在了棋盘边。讲到这里，屏幕前的你觉得 OpenAI 还能反杀谷歌吗？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留下你的真知灼见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。想要了解更多这场关乎人类未来的 AI 权力之战，记得给小李点赞、转发、收藏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